陪葬，还真是一语成谶。这场大火来得蹊跷，深宫之中人鬼难辨，究竟是意外还是人祸？难道本宫真要葬身于……不，哪怕烈焰焚身，我也要涅槃归来。本宫绝不认命。本应深受灼烧之痛，为何周身如此冰冷刺骨？快来人呐！父亲落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本宫要活下去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快来救本宫！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了？父亲。丙午年2月18，皇后娘娘崩逝。本宫崩逝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本宫为何会在此处？还穿着这身？风清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迷3日了。大的，你是何人？凤清，你怎么了？他叫本宫凤清。本宫怎成了这般模样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昏迷3日了。你怕不是落水脑袋烧迷糊了？这里是上医局啊。3日前你失魂落魄的跳进了荷花池里，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啊？难道说，这凤清轻生溺毙的那一刻，本宫以她的身体借尸还魂了？怎会有如此猎奇之事？幸好你吉人天相，你都不知道这3日发生了多少事情。太后灵堂走水，皇后娘娘意外葬身大火里了。意外？不，这绝不是意外，得找个机会查验一下。哟，真是醒了，胆子倒是不小，居然敢自尽。文心，你来。凤清自尽，想必身陷困境，我须得小心周旋才是。赶紧去趟兰芷宫，给婉贵妃送亲残礼的居衣。是。婉贵妃？你昏迷的这几日，官家已将先皇后的妹妹升成了婉贵妃，你莫要叫错了主子，丢了性命。是。婉儿都升贵妃了，我正好趁此机会去看看婉儿。把这契合拿好，否则拿你试问。是。让我去吧，奴婢休养了3日，身体已无大碍，任凭长侍差遣。哟，头回见你主动讨要差事，也罢，你性情老实，办事妥帖，那就你去，千万记得，你要亲自呈给婉贵妃，不得假手于人。是。他为何特意叮嘱我不能假手于人？难道这衣服有问题？紫锦花粉，婉儿自小对此物过敏，一旦沾身，恐性命不保。究竟是谁？
苏婕妤到。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无需拘礼，都坐吧。贵妃娘娘如今已是妃嫔之首，又主持亲残礼，应是人逢喜事，怎的瞧上去还是病怏怏的？长姐崩逝，本宫夙夜难安，难免失了精气神。臣妾备了些血燕和千年老参，为婉贵妃调养玉体。如今凤位空悬，娘娘想必不日就能入主中宫，要养好身子才是。苏婕妤出身商贾，果然出手大方，当真是对贵妃娘娘上心呢。只不过立后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妹妹你这般妄议圣上心思，该当何罪啊？贵妃娘娘，臣妾知错，臣妾万死。我身为永福宫主位，自然是不能看着你失分寸犯错。娘娘，请用茶吧。口舌之师，便以口舌受惩，小惩大戒，以免将来酿成大祸。曹嫔娘娘，臣妾知错，贵妃娘娘，求你。苏婕妤既已跪地认错，不如罢了。私议凤位一事，若是传到官家耳朵里，怕是连娘娘也要受到牵连呀。妹妹，这云雾贡茶凉了，可就不好了呢。你竟敢！臣妾知错，禀贵妃娘娘，上衣局恭毕求见。许是上衣局送御医来了，传。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婉儿素来铁汉，如今身子似乎又虚弱了些。亲残礼是头等大事，若是居医尺寸不合，有损娘娘威仪。回娘娘，上衣局日夜赶工，万不敢在居医上出差错。娘娘不妨试一试，万一有什么疏漏，也好及时弥补，不是？这居样式好生特别，贵妃娘娘不如穿上，让我们开开眼。娘娘快试试吧。此衣华贵，唯娘娘风姿可与之匹配。娘娘穿上必定光彩照人。本宫刚死，就有人对婉儿下手，这后宫的魑魅魍魉，究竟是谁在蠢蠢欲动？想要害婉儿的，难道是曹丕？我记得曾在这儿见过蛇草，它的草根可以去紫锦花粉的毒性。这本该是姐姐传的，睹物思人，让诸位姐妹见笑了。医生，先拿下去吧。是。慢着。国之大事，在祀羽戎。贵妃如今一阵风便能吹倒，亲残礼怕是胜任不了，不如由本宫代劳吧。亲残礼向来是中宫职责，如今长姐才去，若本宫将此礼转交他人，
又怎对得起他？皇后已崩，贵妃身体又不好，本宫也是为着大局着想。放手，这是贵妃的菊衣。孟贵嫔，这不合礼法。大胆，你这贱婢！娘娘明鉴，陈长侍特意交代过，菊衣不能假以他人之手。贱婢，本宫还比不过上一局区区一个长侍。张嘴！娘娘息怒，这菊衣是为婉贵妃量体所裁，怕是不合娘娘的身，还请容上一局为娘娘缝制新的菊衣。这话说的倒是实物。那便如你所言，为本宫赶制一套新的。是，奴婢领命。既无事，本宫便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别在这脏了我们兰主公，还不快滚回去，给孟贵嫔赶制新衣去吧。延生是，罢了。我与孟贵嫔的争执不在于一个宫婢选择谁，莫要为难她。娘娘温柔良善，若是皇后娘娘还在，定不会让您受如此委屈。是，本宫终究不如阿姐。本宫乏了，回寝殿吧。是。起来吧。婉贵妃明鉴，奴婢方才只是侍疾从权，并没有攀附孟贵嫔之意，无妨。青残礼，阿姐必为你夺回来。官家回宫，闲人避让。这是官家亲手为我戴上的手镯，我本以为里面藏着官家的爱，便日日夜夜戴着，但没想到里面竟藏着麝香。若不是今日磕坏了手镯，我怕是一辈子都要被蒙在鼓里。为什么？朕日后会告诉你缘由的。好，那我来说。因为官家忌惮顾家，因为我姓顾，因为官家不敢让姓顾的皇后怀上龙子。你觉得我们如今是否有子嗣？你若带上龙子，是想让顾氏的人来威胁朕，还是想学太后一样垂帘听政？官家竟然会这么想？好，看来官家从未把我当作可以执手通行的人。过往前尘皆如梦，既重来一次，
我绝不会如往昔般隐忍。玲珑初开，百子待落，纵是满盘死局，我也要执子破局。也不知灵堂被烧得有多干净，要是能捡到先皇后的珠宝首饰，咱们就发了。其余皇后遗物，对皇后不敬，该死！原以为归京吊唁过目，便能再见你一面，可我日夜兼程百里，等来的却是你的一袍冷灰。阿姐，我们已经5年未见了，你为何不等等我？冰蚕丝锋利无比，寻常绣品中极少有，为何会出现在灵堂大火之中？小宝贝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放手！你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宫婢居所。宫婢居所是吧？这上一局原本就是咱家管的店，咱家这次来是专门寻你来的。历年上一令，只一位是宦官出身，姓孙，后来升任司礼监。大人，你且松开奴婢。既然大人是来寻奴婢的，那不如大人高坐在上，容奴婢好生伺候。陈长师说你想通了，果然死过一回之后，脱胎换骨啊！原来孙内侍勾结陈长师，想糟蹋风情，怪不得他要请示。哎，大人，奴婢有个花样，不知大人可想一试啊？是，得试试。哎呀，我一进来就闻到你一个小浪蹄子身上那股子骚味儿。大人莫急，当心折了心智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招？哎呀，咱俩怎么看不见了呀？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绞杀呀，最忌急劲儿。在这宫中，没有本宫不敢为之事。本宫一是孙内侍为官不正，宫中犯奸，触犯宫规，绞杀立举。本宫临阵。在本宫眼里，没有来世成，
只有现世报。这些年我随军行医，救了众多将士，却救不得归于光乡的你。阿姐，皇家良薄，若有来世，与你化河闲云，不再困于樊笼。历经时，你所藏香囊，我日日不曾离身。没想到当年一别，竟是天人永隔。阿姐，若是有人迫害于你，便是踏碎这九重宫阙，我也让整个后宫为你陪葬。在军营吗？看你这衣着，应是上衣局的吧？一介宫婢竟敢夜半杀人，抛尸井底，可知当是死罪？看你的衣着，并非宫中之人。外男在宫禁时分出现在后宫，你可知也是死罪？这小宫婢竟丝毫不慌，还能反唇相讥。我是否要与阿轩相认？既被你发现了，不如学你一本，杀人灭口。抛个尸也能留下罪证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宫规森严，私下祭祀，其罪当诛。若大人肯放我一马，我便当作从未见过这罪证。今夜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我互不相欠，如何？这个宫婢生死关头面不改色，敢要挟于人，倒是颇有胆识。罢了，他很快就要回军中了吧？还是别让他趟这趟浑水。一张破纸就想威胁我？你知道我是谁？这外头的侍卫很快便要寻到此处，若我高喊一声将他们引来，大人，那盆祭祀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吧？雕虫小技，还想算计我？大人误会了，既然你我互不信任，那便互拿把柄，当作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大人，千万不要做损人不利己之事啊！那个蚂蚱如何称呼？凤青。这宫里死个人简单，也不简单，何况还是司礼监的内侍。你先活过这一关，才有资格跟我在同一根绳上。这纸钱是为我烧的吗？小时候总跟在本宫身后的少年，何时变得如此伶俐？陈长师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奴婢是前来问长师，明日何时去送居医？看这样子是把人伺候好了。这脸蛋生得勾人，难怪孙内侍喜欢。之前送去那些假装清高的小贱蹄子，一个都不中用。还是你懂事儿。
这清白哪有性命重要？明日某时，你随我去送居医，待孟贵嫔满意，孙内侍再替我美言几句，我这4锦的前程就不远了。哎呀，原来孙内侍是你引来的，那他黄泉路上怎能少了你这恶人陪葬？吃的倒是快，上一局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赏是，多谢娘娘。九凤嫡文，此乃皇后懿旨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奴婢不知，不可能！许久未做女工，连这点功夫都不稳了。当年教上一局绣九凤嫡文的，可不正是本宫这双手？不可能！娘娘，奴婢入宫20年，岂能不知服侍僭越是死罪？奴婢冤枉啊！冤枉？难不成这嫡文是自己长上去的？是你！昨夜亥时，我检查过居医，在那之后，我只见过你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今日头回见这居医啊！你昨夜在脂坊，定是你后来绣了嫡文栽赃我，贱婢！够了！你是那日去兰芷宫送居医的人？正是奴婢。娘娘明鉴，这九凤嫡文乃先皇后亲自设计，素来唯有上一局长侍才会绣。我一个小小的宫婢如何绣的？就是你，娘娘，就是这贱婢做的。娘娘，陈长侍到底有官职在身，不如我们先处死那个宫婢，给孟贵嫔一个交代。长侍，我可以替你冤死，但这杀头的祸事，若说是奴婢所为，谁又会信？死一个宫婢，你当孟贵嫔是傻子不成？况且那日，正是这婢子劝的孟贵嫔松口重治居医，才让她消了气。娘娘明察秋毫，若非您动心缘由，奴婢就算浑身是罪，那也说不清了。你身为上一局长侍，居医由你所治，由你保管。如今出了岔子，你是如何也难逃罪责。现在还要攀咬他人，足见其心有意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这可不是我呀！娘娘饶命了！不是。娘娘不是冤枉的！娘娘有人栽赃我！娘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是你陷害我！你此时可知，清白和性命哪个重要？吵吵嚷嚷，扰了娘娘清静，把他给我按死了！陈长侍，你作恶多端，本宫这就送你神断。后宫杀机四伏，我如今身份定了，只有先自保性命，才有机会继续调查大雾。大火绝非意外，不知这里是否会留下些线索。
那冥香只能让我脱离。若幕后之人布下死局，应有后手之物于此地。我那时并未靠近过这朱家，他是如何倒下的？其中定有蹊跷。既无其他线索，就从此香的来历查起，或可顺藤摸瓜。冷贵妃娘娘，你都跪了几个时辰了，身体哪经得住啊？哎，娘娘！官家，冷贵嫔因介绍法师一事，在殿外请罪，已在烈日下跪了大半日了。他喜欢跪就让他跪着，朕倒要看看他诚心如何。娘娘。朕找你来是想问问，近来内侍局办事有所欠缺，你可有察觉？上时局送的吃食略有些简单，上一局的针脚也。若长姐仍在，后宫必定井井有条。可惜婉儿不能为官家分忧。你也想学你姐姐，做皇后？臣妾绝无此心。长姐心怀天下，婉儿远不能及。婉儿心随官家牵动，只是不知做什么，才能为官家分忧解乏。如今中宫空悬，6宫待领，贵妃可愿代设凤仪，暂掌后宫诸事？臣妾惶恐，承蒙陛下垂爱，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圣恩。亲残礼之事，你可要好好操持。禀官家，顾玄顾大人求见。臣顾玄拜见官家，婉贵妃。你我自幼一同受教，何必行此虚礼？臣为得圣谕擅自回京，先后听闻姑母与长姐死讯，纵使抗命受死，也定要赶回来，请官家恕罪。突逢如此变故，朕怎会因你擅自回京治你的罪？姐姐贵为皇后，竟被活活烧死于宫中，臣实在哀痛难平。当年你随军北上，临行前，朕答应你，会照顾好先皇后。你如今这般，可是在怪朕没照顾好她。长姐先逝，官家必定也是心痛，只是大伙无情，又怎能责怪官家？先皇后那场大火，朕定会给你姐弟2人一个交代。谢官家隆恩。官家，二姐素来为寒体弱，如今长姐已逝，臣恳请陛下恩准，容臣暂留宫中，为贵妃调养身子。你自幼熟读医典，在军中就此负伤，这么些年也没荒废本事。即日起，便留任太医署，好生照顾你阿姐。多谢官家。婉贵妃如今执掌凤印，事务繁多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官家。微臣告退。你以为长跪殿外就能免去责罚？臣妾不敢。先皇后因灵堂大火殒命，相关人等都罪无可恕，祈福的法师更是难辞其咎，罪当凌迟。不是的，官家，法师是臣妾引荐的，臣妾愿承担所有罪责，自请入冷宫。臣妾只求免去法师死罪，也算为娘娘祈福。自请入冷宫？先皇后先逝后，臣妾便事事为其诵经。只是为先皇后祈福，那朕便准了，免去法师死罪，命其为先皇后守灵。
去冷宫为先皇后诵经，非诏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臣妾领旨谢恩。凡事一体两面，福祸相依，用一人枷锁换白骨生还，万幸，万幸。皇后死了，顾家只剩一个弱不禁风的顾婉。前朝后宫都说本宫该继后位，如今倒好，她不止主持了亲残礼，还戴上了凤印。凤印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先是居衣过敏的事办砸了，害得本宫要亲自去拦旨宫抢亲残礼，结果上一局连夜赶制的宫衣又出了岔子。你处置个长侍就想了事？娘娘明察，这福至监狱，罪当处死。臣妾担心他会供出娘娘，索性杖杀了他。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。娘娘，那你为何不严加审问，让他供出顾婉那个贱人？这才是为本宫铲除一心患。臣长是既行此事，定已存了死志。即便是他背后有人指使，恐也难以供出。当真如此，曹丕，你杀了他，没存半点私心。娘，臣妾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绝不敢背了娘娘。第一，本宫之前所有的准备全部功亏一篑，眼睁睁看着那个贱人疯狂，本宫实难咽下这口气呀。娘娘放心，3日内若查不出真相，臣妾愿受任何责罚。本宫的规矩，废物不配活着。给你1日去查清楚，我要知道此事乃何人所为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听懂了吗？